我突然觉得就是这次冒险不太成功，因为这种挑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叫冒险。对，因为我们人生其实经历的远比这个凶悍的多。10000倍吧。10000倍，你这也讲得出口。姐，那你觉得你人生做的最大的冒险是什么？我一直在做冒险，因为我妈妈是语文老师，我一生是循规蹈矩的。我一开始是学医，所以是很稳定的工作。然后我去参加广州的一个比赛，就类似选美啊，或者是那种选拔。哦，纠结。选秀完了，我就去当主持人了。反正我妈是很不愿意我从医院这么稳定的工作，进入到所谓电视台去当主持人，因为我还不是编制的主持人，我是栏目有活儿就叫你，你就有钱的那种。她说这太不靠谱了，就是不太稳定，其实。对，后来我北漂，我妈又崩溃了，说你北漂了，你也不小了，24岁你还北漂。北漂完了又签约娱乐传媒公司，然后也没有固定工资，我妈又疯了。等到我好不容易，她每周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之后，我要开始做演员了。我妈说电视上看不到你啊，她说你拍一部戏1年之后才播，甚至不播，怎么办？然后但是他们对我只是表示担忧，但是不反对，我就觉得我妈真棒。我自己觉得冒险透了。就是一个小城市的小姑娘，然后一路，现在谁也没想到，哇，还成了艺人，做主持人就算了，还去抢演员的饭碗，还做得很成功。对，做的有模有样儿。这个所谓的成功也用了很长的时间。是。当然是我们看到的成功，其实姐私底下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对，私底下肯定还是经历了一些，我觉得艰难呀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肯定是有的。我记得以前那个猫人主持人大赛，我是看过的。看过我出道吗？看过出道，当时你还拿了个就是戒指是吗？对我你看我都记得这一幕。做一个怎样的女人才是比较好的呢？其实很简单，别忘了你曾经给我画的这幅画。没错，这个就是我。还有，当时你是说我其实有男朋友拿这个戒指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你有感触，然后你哭了。是说男朋友吗？我只是想说我其实有感情稳定的男朋友，要么就是我们可以结婚或者怎么样，要么其实就是我还是想做我喜欢的事，他是全力支持我的，明白。所以就是等于，即使我们的情感已经到这么稳定的情况下，但是我自己的内心以及我当时男朋友都非常赞成我冒险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当时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很多人都记得这一幕，我记得。结果很尴尬，就是后来分了嘛，就很尴尬。对，所以现在男朋友去哪里了？他结婚了呀，因为我后来其实我北漂，他可能有点后悔让你冒险。不是，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比完赛我就要到北京开始实习期嘛。然后他就反正一直说说笑笑，一直说说笑，从深圳机场送我走。然后他突然在机场就是半开玩笑说了一句：“你该不会一去就不回来了吧？”其实他讲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难过，怎么会这样？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想过，我内心有想过一瞬间。其实他想过很多个瞬间，但是我们都没有点破。然后因为我就要进闸了，然后他就喊了一下，我就回头我就说：“哎呀，怎么会嘛？”好，然后后来我在北京，我们当时有个3年之约。我说，如果我在北京3年，我还是不能够达到还是不能养活自己，或者说我不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我的未来。我说就回来，我们就在一起。然后我到了第3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炙手可热的主持人，就是说你很好用，但是你并不是说多红或者所谓的几线，而且我也没挣到钱。我当时又快30了，那个时候也有年龄危机感，然后就觉得，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有危机感，很奇怪。是啊，而且他比我大一点，所以我就说我不想拖累你，因为已经到3年了。我说我虽然现在也没混出个什么样子，但我非常确定我并不想回去。然后我就跟他说，反正你可以开始不耽误你的结婚计划的话，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人。其实他还等了我2年。哎呦，
等到第3年，他带了新的女朋友去见他妈妈，见他妈妈，妈妈说不是柳岩呐，去哪儿了？然后他们说，其实我们都分开2年了，就这样一些过程。明白。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确实会比较注重事业一点，我不觉得是错，因为我当下的感受就是那样，就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了工作，然后谈恋爱只是用了一小小的时间，当然就造成我现在事业还不错，感情一片空白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是我应得的，就是你在哪一方面付出的多，你得到的就会多哦。拜拜，拜拜拜拜。走了。走。